大家好，我是小王，你们今天过得好吗？今天我们继续要前往的是地中海啊！哇，说到这个地中海，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地中海今天这艘船呢，它要开到阿尔卑斯山呢，会不会觉得凶悍吗？不是的啊，很简单啊，在欧洲旅游这个地中海的游轮啊，很简单啊，它这个船就是怎样啊？今天你在，比如说你今天在意大利哈，玩完之后你上了船啊，晚上睡觉啊，在船上睡觉，船就慢慢开，早上起来你就在法国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这艘船呢，慢慢开到哪边？开到马赛啊。马赛又跟阿尔卑斯山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先来聊聊阿尔卑斯山好不好？阿尔卑斯山，哦天哪，想到都觉得太美了啊，怎么看都美，去了几百次也都不会觉得很烦呢啊。但是基本上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到几百次那个要很有钱才可以啊。郭董可能可以啊。说到阿尔卑斯山啊，这个阿尔卑斯山呢，你是不是只有想到瑞士啊？其实阿尔卑斯山呢，好像不只有瑞士吧阿尔卑斯山脉啊，是欧洲最高横跨的范围最广的山脉啊，它涵盖了意大利北边的边境那法国东南部、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的南部，还有这个斯洛伐克等等斯洛维尼亚不是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它可以被细分成这几个部分那应该说是认真来讲，应该说是从地中海到勃朗峰的西阿尔卑斯山奥地利跟意大利交界处的中阿尔卑斯山还有一个是从布伦纳山口一直到斯洛维尼亚的东阿尔卑斯山所以阿尔卑斯山呢共有128座超过4000公尺的山峰海拔，其中最高峰的就是哪？白朗峰位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交界处。那你就知道我今天要介绍哪了，对吧？跟着我们坐邮轮怎么可能去阿尔卑斯山？当然是我们的行程就安排了，下了船之后特别安排去了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我们的邮轮呢又停靠在南法的马赛港咯。现在我们先不玩马赛，马上驱车前往哪边？最有名的南法普罗旺斯。眼前的圆亭大型喷泉呢，就坐落在米波拉大道的最西端，是进入城市的标志。规模庞大，山女神的喷泉有看到雕塑呢就竖立在圆亭喷泉的中心点。普罗旺斯的大区前首府，南法的千泉小镇艾克斯普罗旺斯。艾克斯呢是一座以甜蜜优雅的生活而著称的城市哇塞蜂蜜色的房屋当季的特产跳蚤市场，以及呢大大小小的喷泉呢，都给这个城市呢增添了非凡的魅力它也是一座呢 Art City 艺术之都，常常举办各类文化以及艺术活动。小镇呢艺术氛围浓厚，被称为现代艺术之父的天才画家保罗塞尚就在这里诞生的你看这个是米拉波林印大道，哇塞，来一杯咖啡或坐在普罗旺斯大道购物呢，天哪，你会爱上这里你当然呢还有其他方式你也可以呢花1-2个小时呢，在塞克斯呢的温泉浴室享受沐浴和按摩。旅游团体当然呢没有办法有这个时间了哇塞，艾克斯呢就坐落
在法国南方一座呢，以有甜蜜优雅的生活而著称的城市。你看看呢，随处可见的17世纪的豪华官邸建筑的老城，这里呢也是享誉世界的法国作家，这个故乡哈。那你看看清晨的市集，当地的特产啊，然后还有这个可丽颂糖啊，以及大大小小的喷泉呢，都给这个城市增添了非凡的魅力。走在这座城市里面呢，就像走在油画里面一样。在那些遥远的时代啊，水是极为珍贵的东西啊。我想今麦画稿啊，只要我们一开水龙头啊，就有干净的水可以饮用啊。伊景奈屋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千泉之城呢？旧时候人们为了水源，可得大费周章的挖井啊。那这个常常因为一个引水工程啊，便浩大的动用上千上万的人力。罗马帝国衰退之后，这些水池呢就被入侵者破坏殆尽啊。到了中世纪时期啊，人们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想法，认为呢流动的水会传播疾病。这就是以前在这个地方啊，罗马曾经统治普罗旺斯。那你知道罗马人最会盖什么？水道水渠。所以呢就在这里盖满了很多的喷泉，从其他的郊区山上呢溪流旁边把水引到这个城市来啊。那因为呢当时呢氛围流动的水会传播疾病，因此本来随处可见的水池呢就渐渐怎么样销声匿迹了。到了5世纪的时候呢，普罗旺斯伯爵路易2世下令呢再来建造喷水池成为这座城市美化工程直到了17世纪，人口急剧增加，人们就大量建造水池以美化市容。而引水工程呢，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在19到20世纪呢，又建造了水坝，还有使得这个城市的用水水源呢，用之不竭水池就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自罗马帝国时期仅为单纯的蓄水容器，到了17世纪呢，成为了装饰街道的艺术品。人们的需求就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孕育出功能上截然不同的产物。至今呢，我们仍然可以在街道上轻易的撞见这些造型各异的水池，有些呢以外观命名，有些呢冠上了什么伟人之称，皆变成了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车子回到了马赛港。马赛位于地中海的沿岸呢，是法国第2大的城市，更是南部地中海沿岸的第1大城。市区呢3面的环山，一面靠海。马赛是法国艺术与历史之城，是中世纪时重要的宗教中心。近代因为港口而吸引了大批的移民，现在是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科教、医疗、文化中心，还有呢，当地的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日照而闻名。所以呢，我们走的这条路又被称为叫做阳光大道。那这个地方呢，直通马赛港的中心哦。现在往山上去，这个地方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圣母守望院啊。圣母守望院位于马赛的山丘上，标高有154公尺啊，它就守护着马赛港啊。马赛港靠海为生的渔民的安全啊，就相当于华人台湾的妈祖一样啊。它是19世纪中叶由建筑师艾斯佩兰多的设计啊，拜占庭样式的壮丽教堂啊，竖立在这个高46公尺的钟楼上面，远远就可以看得到金色的玛利亚像啊，无论白天或晚上都非常耀眼，也非常的迷人。教堂里处处摆着呢马赛市民为谢神而奉上的匾额。当这个渔船呢平安的归来的时候呢，它是不是拜拜啊？这天主教啊，他就会献上船只啊，那不是找一只船呢拿进来呢，它是做成一个小小的瓶子啊，所以呢，教堂内会将呢船只串成一长串这样吊挂着很可爱，一看就是一个海洋密不可分的教堂啊。这个教堂啊，最棒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呢，它能眺望整个马赛，站在那上面，从白天到黄昏呢，你的双眼呢不忍闭上啊，享用有限的时间啊。为什么说有限时间？就是邮轮在这边停靠的时间很短所以用有限的时间赶紧的把这个地方呢记在你的脑海里面什么都不是真的，影像留存下来才是最真实的。船的标志，这里的建筑绝对颠覆你对教堂的想象。我喜欢欧洲的教堂，很多人认为我又不信这个宗教，其实不是，是教堂的美，它的艺术，它的建筑，都让我常常进去，心灵会变得非常的平静。从这里看出去，这里就是马赛港，远远也可以看得到伊夫岛、基督山恩仇路、大仲马，有没有看到？那里就是伊夫岛。
你知道吗？欧洲最高峰在哪里吗？答案就是法国与意大利交界的白朗峰，标高4810公尺，来到法国边境小镇夏穆里啊，在那边搭缆车上到阿尔卑斯山最高峰白朗峰。哇，夏穆里啊！来到夏穆里，仿佛就像来到心旷神怡的世外桃源。夏穆里是我最喜欢的法国小镇之一，美到爆啊！这个小镇呢，标高也有1035公尺啊。我们下了游轮之后啊，就一路驱车 The Bus 前往哪边？法国。哎呦，欧洲游轮之旅的好处是什么？看尽欧洲的美景啊！再来呢，不用天天搬行李啊，每天都坐在船上面看美景、吃美食，船停靠在哪个国家就下船去那一个国家玩啊。那现在我们的船呢已经结束了啊，但我们在行程上面多加了一个，就是去走法国白朗峰啊。白朗峰的意思叫做是白色山峰，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没有看过武侠小说吧？有没有看过啊？有看过的话呢，就会觉得这些孤独的山峰被冰雪包覆、吹袭，像是独自在严峻的这种环境下练盖世的武功，有没有？有感觉随时会有冰山老妖什么的呢出现在这里飞空对决。慢慢的，我们就看到连绵的山都是白雪碎了。秋天的美景有没有看到？哎呦，看了好想赶快买机票，护照拿一拿，赶快出国，对不对啊？你看这里有专门针对巴士收钱的道路哦。在法国，在欧洲，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路段，针对不同的车、不同的行驶国家等等呢，去做区隔，
去做收费，所以他们都有足够的费用去做维修啊。空气好，风景美，然后呢，太阳呢照在我们的身上啊，气温呢平均呢就在5度左右，上山会在0度以下，那种感觉有多棒啊！所有的景色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清透。白朗峰是阿尔卑斯山山脉最高峰，也是法国境内第1高峰。1786年，白朗峰首次被人类征服。白朗峰的山顶呢，终年呢就像这样覆盖着厚实的白雪，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暖化。所以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就是法国政府啦，白朗峰是法国的嘛法国政府它每2年呢就会帮白朗峰呢量身高。白朗峰最高的时候呢是在2007年海拔是4810公尺那由30名的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呢，每一年呢都会去测得白朗峰的海拔但是呢每一年都不一样所以呢目前测起来是怎么样？一年比一年矮事实上10多年来白朗峰就怎样以每年平均15公分的速度在慢慢的变矮，你知道吧？这个暖化有多可怕今天天气赏脸你看看白朗峰看起来就这么的美丽有欧洲之极称号的白朗峰。我的天那有这水的啦那上来这上面什么烦恼都忘了你看从这里可以看到底下的法国小镇小木里，也是我最爱的小镇。每一年呢，这里也吸引了大批的登山客来攀爬，登山客呢逐年增加。由于登山客的增加呢，不穿戴足够登山装备呢，或者是携带呢非必要的物品呢，就想上山的人也越来越多，就隐藏有安全呢和卫生的问题有鉴于此呢，法国当地的政府、警方法国的这个攀山联会和导游协会就共同商讨后呢，决定将这个攀登白朗峰的人数就限定为每天214人了。因为白朗峰一年4季都有雪，所以呢又叫白色少女、白色山峰之称上面有很多很多山上的活动。你看这个是新的做了一个透明的盖子，有没有？你就可以站在那里，然后赶快拍照。哇，有那个照片价值连城我每一次都讲一句话：什么东西假，眼睛看到是真的，摄影录影下来是真的，对不对那过程当中你想拍就拍，漏拍了还有我们的影像带给你。多年后回来，你看看，再次在电视荧幕上，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在看到这些景象的时候，有没有内心澎湃激动，对吧？这里有很多这一种登山口攀岩的，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的齐全
有没有看到那个钉子都勾在雪壁上面啊？他们等一下都准备来做攀爬，这个都是要有技术的哦。所以我前面才会说，每一年的登山客有这么多来爬这个白朗峰。人很奇怪哦，人类总是有一种冒险的精神，你觉不觉得？会挑战一些可能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想突破一些可能只有你才做得到的事情，你不觉得吗？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想要勇于冒险的精神。但是呢，有时候有一些人啊，冒险完毕之后不如预期啊，又会怪东怪西啊。你有没有发现啊？我常觉得，其实打从娘胎出生以后啊，你就是开始在对这个世界做探险跟冒险。你的年纪越长，会随着你的探险冒险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多。你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吗？我不喜欢啊，我喜欢多变的生活。我喜欢来到这个世上能够带多少的经验跟回忆回去啊，有好有坏，这是我自己拍啊，但是我没有收音收进来啊，所以我喜欢带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回忆来到这个人世间，享受这个人世间，离开这里也是一样啊。你看看我穿比较少，第一我不怕冷啊，因为山上温度才0度左右啊，很舒服啊。有看到吗？哎呦，这个太美了！尤其是这山上啊，还有一条缆车。我们是不是从法国上来？它还有另外一条连接法国南针峰跟法国、瑞士、意大利边境的缆车路线啊。这条缆车路线呢，凌驾于冰山之上。这条缆车路线由意大利的杜里理工大学花了4年的时间建造而成，就是你上了白朗峰，有另外一条缆车坐下去会到意大利哦。它在1958年开始营运，那个时候是民国47年的时候嘛，真不可思议啊！我的天哪啊！台湾在美援时期有发现吗？那一年还爆发了，民国47年爆发什么823炮战啊，经济还没起飞啊，人家就盖了这些缆车啊！我的天哪！那所以这刚刚有提到，上了白朗峰有一条延绵5公里终年冰封在白雪之中的白朗峰群峰啊，一条缆车可以去欣赏啊。但是我们旅游团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哦，但是也来到这个地方介绍给大家知道啊。你看我们在沿途过程当中会看到这些景点，这个就是停靠站啊，你可以缆车停到这一站，下去这边慢慢的走啊，爬山1-2个小时，再上缆车再继续坐下来啊。但是很难啊，你知道吗？10多年前我上白朗峰的时候，免排队啊！10多年后我上白朗峰的时候呢，什么叫做排队啊？我的天哪啊！你没有事先预定，有时候白朗峰还上不去啊！
小莫里的白朗峰是一个位于法国、瑞士和意大利边境的小镇哦。在中央广场，你会看到个男人的雕像哦。他们呢遥望着远处的山峰。1786年的8月8号啊，父亲节啊，两个小莫里的村民呢，雅克、巴尔玛哈，还有呢米歇尔、Gabriel 啊，他们呢史上第一次，他去怎么样征服了白朗峰的最高峰啊？那所以就立了一个铜像在这边啊。那还有呢，当时呢这里呢还有一个为了研究高山植物出重金悬赏登顶白朗峰的人，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他们树立的铜像。小莫里是法国海拔高度最高的小镇，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活动，登山、坐冰河列车、坐缆车、搭飞行伞啊，很多啊，直升机有钱你都可以坐啊。连绵不绝的陡峭的阿尔卑斯山山脉啊，就让小莫里成为了世界的滑雪胜地。每一年的冬天呢，吸引非常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滑雪。第一届的冬季奥运会就于1924年在这边所举办，而且这个地方也拥有了世界上密度最高的米其林餐厅。在整条路上，你知道吗？你都可以享用到道地的法国美食，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好的米其林餐厅。哇，我好怀念你啊，小莫里。希望之后我们再有机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欧洲地中海邮轮，再介绍法国小莫里。我们在白朗峰山脚下最美丽的小镇——法国霞慕里。